朋友们好，今年我又买了一颗铁线莲小苗，是比较常见，但是也是特别受欢迎的一种，叫做 HF Young 的铁线莲。这种蓝紫色一般大家都很喜欢，是一种梦幻色。去年呢我有买的，但是那一颗呢最后在地面以上的就得了痢哭病。最后呢我发现其实它的根还活着，并且窜出来一个很小的苗，这个苗呢就小的像豆芽那么大，所以我觉得要等它长大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而且呢整个冬天也非常寒冷，这么小的苗能不能扛过去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再买一颗。这颗呢状态很好，非常强壮，比我去年买的这个同样品种的铁线莲要健壮一些，所以我觉得它成活的可能性也会更大。另外呢我也有了经验，也知道呢要用鸡网防兔子，另外在很冷的夜晚要适当的呢给它罩一个透明的塑料袋保护一下。种呢还是种在了它原来的这个位置，就是我去年种这一颗铁线莲的位置。除了它原来的土呢，我还加了一些牛羊粪在下面，这样混合一下。这是种好以后的样子，我呢用鸡网把它围起来。我发现重点呢就是一定要用鸡网围住它这下半部分，就是它的底部的茎干。如果小动物吃2口叶子问题还不是太大，假如它把茎干咬断了，那就真的没得救。因为像这样的植物如果叶子都没有了，只剩下最底部的一点茎的话，它很难再活过来，何况呢是又是小苗，就非常难了。因为它又要适应，又不能有光合作用，仅剩下根呢，就完全看它的命大不大了。去年的那一颗算是命大，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小豆芽就是去年的那一颗，竟然还窜出个小豆芽出来。我去检查了其他我去年买的铁线莲，没有穿出地面的，没有芽穿出地面的基本上都不太行了，就这一颗还行。我种下去这是大概10来天左右的样子，它的花苞长大了不少，花苞变得很大，而且呢从它的底部呢可以看到它的茎也更加强壮了一些，而且又有一个新的花苞，很小的新的花苞长大了。原来我觉得这个花苞特别小，几乎看不出来。另外呢它也有新叶子从茎上面长出来，这里也有一个小花苞，所以其实这一颗有5个花苞了。不过大家可能看到了有一个大的花苞，那里最上面被什么东西咬秃了，大概是蜗牛，因为我看到只有蜗牛还来光临我的铁线莲，在雨后夜晚，那有时候我清晨发现就有一个或2个小蜗牛趴在叶子上，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咬的我就没看到。没办法，蜗牛呢就比较难以控制，除非呢买药去喷。我呢用了一点点苏打粉，小苏打粉，在
土壤的周围稍微撒一撒。大家可以在前面的视频里面大概可以看到，我在它的土上面撒了一点点松针，目的呢是为了保持它的土壤疏松透气。然后呢，这个铁线莲它需要呢土壤其实是偏碱性更好一些，中性土壤也可以。那我呢撒了松针，松针呢会使得土壤略微有一点偏酸，会往偏酸的方向调整。那我呢又撒了一点点小苏打粉，小苏打粉呢是碱性的，是为了防止蜗牛在它的周围乱转，吃我的嫩叶或者是嫩茎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就小苏打和这个小松针呢，就起到了一个综合的作用。想象起来其实挺童话的。就这两样东西，其实一个可以起到疏松的作用，一个可以杀掉小蜗牛。假如真的它们就酸碱性又综合了一下呢，那我觉得我这个做法还真的是特别好。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，这个铁线莲长的状态是挺不错的，因此我认为呢，我应该呢没有做错什么事情。好的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大家订阅、分享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